我每天都会让1万只虫子爬满全身，只因我是继承了妈妈本命骨的骨女。高考当天早上，后妈给我下了药，结果考试的时候，我妹衣冠不整，慌不择路从厕所冲出来，凄惨地叫喊着救命，有虫，好多虫。听到妹妹的惨叫，几乎所有人的目光都转向窗外。我的学霸妹妹披头散发，慌不择路奔在走廊上，像疯婆子一样。巡视组的老师赶忙把妹妹拦下，问发生什么事了。妹妹的脸惊恐的变形，她指着厕所，嘴里是一声叠一声的虫虫。老师们分出2人守着妹妹，其他的朝厕所走去。外面安静下来，监考老师提醒我们快做题，别看别人。我提起笔继续算，脑子里电光石火般，虫子啊，我差点忘了，是我动的手脚。早上后妈破天荒地给我准备了牛奶3明治，举杯祝我和妹妹旗开得胜，金榜题名。没想到牛奶有问题。考语文时，我刚做完基础题，5脏6腑仿佛淬了毒，痛得我几欲晕厥，冷汗一阵阵往外冒。监考老师问同学你怎么了？我摇头，一只手附在小腹上，没事儿，休息几分钟就好。老师担忧地看着我，我咬着牙，感受着掌心之下的凸起与震颤，那是我的本命骨，它蛰伏在肚脐下方，颤动着辐射出一条条密密麻麻的纹路，用它特有的方式给我解毒。身体所有的肌肉、骨骼、血管都仿佛被纤维来回穿刺，过程持续了5、6分钟。等到疼痛消失，我的衣服、裤子已经被汗水浸透了，整个人仿佛从水里捞出来的一样。监考老师再问了我一次，真不用去医院。我已经用卫生纸擦了擦手心的汗，开始答题。根据蛊虫解毒的时间，我很清楚后妈下的毒很重，足以要我的命。所以语文考试结束后，她站在校门口吃惊地看着我，我亲亲热热挽着她的手，并在吃饭的时候毫无心理负担地给她女儿下了蛊。是的，我是蛊女，确切地说，我妈是蛊女，我只是继承了她的本命蛊，再根据她留下的羊皮卷学了一点点羊蛊的皮毛。第一次接触到蛊，在我6岁那年，我妈忽然暴毙，从家里到医院再到火葬场，全程只有我和我爸。尸体送进焚化炉时，我妈的手腕忽然鼓起了一个包，微微蠕动后化作一道金光朝我眉心射来。我问我爸有没有看见我妈手上的包和金光，我爸没看见，叫我不要多想。后来回到家，我照镜子发现眉心的位置多了个孔，和平时在医院打针的针孔差不多大。我那时小认知有限，所有对那道金光的想象都是仙女，我觉得我肯定会变成小仙女，可其他人觉得我撞邪了，说我爸不该带我到火葬场，小孩子阳气弱等等。我爸很生气地凶我，叫我不要胡说八道，还说我再胡说的话就把我送到精神病院。我害怕极了，生怕我爸不要我了。那一年我妈头七未过，后妈已经住进我们家，还带了个妹妹。那一年我清晰地明白，我从此还有另一个名字，叫拖油瓶。我妈好像没有亲戚，我们家所有亲戚都是我爸和后妈那边的，他们和街坊邻居一样，喜欢问我一个问题，你妈不在了，你爸以后只喜欢妹妹，你怎么办？他们也许没有恶意，只是单纯拿我取乐。我从最初的哇哇大哭，看着他们哈哈大笑，到后来笑容灿烂，毫不犹豫地回答我也喜欢妹妹。当回答变得索然无味，渐渐的他们不再问了。我最初的懂事，或者说第二张脸，就是从那时候开始的。那年冬天，后妈带我和妹妹去游乐场玩耍，我们刚做完旋转木马，妹妹说要上厕所，后妈叫我站在原地等她，她带妹妹上完厕所就回来找我，然而他们没有回来，我站在原地等啊等等啊等，等到游乐场的人越来越少，等到太阳落山，等到所有游乐设施都停了，我又饿又渴又冷，终于明白我被抛弃了。那天晚上我是走回去的，我们家距游乐场很远，我走了2个多小时，身上没有钱，坐不了车，也不敢哭，怕人贩子把我抓走。我记得有一只萤火虫始终陪着我，它一直飞在我前面，屁股上亮着金色的光，我觉得那是妈妈的魂灵，她在带我回家。很多年后我才反应过来，那是我的本命骨。到我们家楼下已经是晚上9点多，家里客厅的灯已经熄了，只主卧亮着光。我拿钥匙开门，蹑手蹑脚走进去，妹妹已经睡了，我爸和后妈躺在床上说话。你怎么回事？连个孩子都看不住，也不怕被人说闲话？我就带婉然上了个厕所，再三叮嘱她不要乱跑，不要乱跑。结果我们从厕所出来，她就跑不见了。我拉着婉然在游乐场至少找了她10圈，根本找不到人。你说这孩子怎么这么不让人省心？2个人又絮叨了一会儿，言语中我没有听出任何担心，只听到他们商量如何应付别人的问询，以及少一个孩子可以省钱省时间省精力，很有些庆幸的味道。我的心仿佛堕入冰窖，他果然是故意的，而他喜闻乐见。我蜷在小房间压抑地哭了整整1宿，恐惧占据了我的心房。我是个没有妈妈的孩子，我怕他们再次把我丢弃。是了，我要乖。第二天一早，我趁所有人还没起床，跑到厨房煮粥。小小的我站在灶台旁，拿勺子一直搅动，生怕亡锅。等粥煮好后，又捞了泡菜切好，撒了味精，滴上香油，再煮了3个鸡蛋。
那是我第一次做饭，烫伤了手。我记得他们起床看见我时，一个比一个吃惊的表情。他们问我昨天去哪儿了，问我什么时候回来的。我说我肚子痛，也去了厕所。出来后没看到他们，就到处找，直到游乐园关门才往回走。后妈说这就是人找死人。她叫我以后遇到这种事就站在原地，千万别到处跑，还说她差点被我吓死了。我乖巧的应下，给她说对不起。之后几年，家里早饭一直是我做，扫地洗衣服也是我。妹妹穿着公主裙，在家里又蹦又跳的时候，我穿着围裙，生怕碍了他们的眼。我努力少吃多做，后妈很满意。你前妻留下这个拖油瓶还可以吗？请保姆的钱都省下了。我爸也很满意，对，还是很懂事。唯一的缺点就是太瘦了，别人还以为我们虐待他。我看看粉妆玉琢的妹妹，又看看镜子里面黄肌瘦的自己，觉得自己好丑。后妈喊我的名字，白纸，以后你妹妹剩下的饭你给吃了，免得浪费。我的眼泪瞬间涌出。这么多年我做家务，睡阳台上的杂物角活得像狗一样，但我不是狗。我第一次说了不，后妈仿佛听到什么好笑的回答，她捏着我的下巴，怎么还委屈上了？想想非洲的孩子想吃还没得吃呢。我觉得她说的很有道理，但我不能答应。我咬着牙，眼泪把眼眶撑得通红。那天夜里，我梦见了那只屁股上有金光的萤火虫。妈妈，是你吗？萤火虫在杂物间飞了一圈，停在墙角一堆乱七八糟的箱子上面，金光闪了2闪，不见了。我扶着心灵冲过去，一阵翻箱子，竟找到一个羊皮本，里面是我妈的日记，俊秀的笔记，她的每一行字都仿佛潺潺流水。我借着月色，贪婪地汲取着妈妈留下的温暖。这个梦我不想醒。次日，当闹铃响起，我睁开眼睛，发现自己靠坐在阳台的玻璃上，手里赫然抱着梦中那个羊皮本。一时我愣住了，梦与幻，真实与虚构，究竟是庄生梦蝶，还是蝶梦庄生？可无论怎样，现实是不被疼爱的人生。我把羊皮本一把塞进书包，飞快到厨房给一家人做饭。那天起，我心里有了一团小小的火焰，像灰姑娘知道自己有个神仙教母。妈妈的日记很奇怪，极少的内容是爱情与家庭，大多是虫子与咒语，那些我看不懂的符号与文字，像极了另一个世界的魔法。有天晚上，后妈和妹妹对我联合双打，起因是数学单元测验，我比妹妹多考了1分，他们觉得我不配，一个天天做家务，连张书桌都没有的孩子，凭什么比一心只读圣贤书？还有老师帮忙培优的孩子，考得好，衣架在身上来回抽着，我蜷在阳台角落，手臂与后背全是淤青。那天晚上，我痛得睡不着，也许是恨，也许是其他什么情绪，我对着篮子里的鸡蛋念了一段咒语。第二天，煮熟的鸡蛋里密密麻麻全是死掉的小虫子。后妈和妹妹尖叫着，妹妹从椅子上摔下去。我爸抱怨：“你买的什么鸡蛋？怎么长了这么多虫？”后妈跑到篮子边一看，再次尖叫。有的蛋壳已经被虫子咬开了，密密麻麻爬在蛋壳上，我也吓惨了。早上起来煮鸡蛋的时候，明明看起来还是好的。后妈拎着鸡蛋去找了店家，大骂了一顿，退了钱。我惶恐不安，总觉得那些虫子与我念的咒语有关，甚至很长时间没有翻过我妈的羊皮本，生怕那是潘多拉的盒子。直到中考结束，我再次把妹妹惹毛了。她是学霸，常年的培优让她在班上保持前3，我靠控分在全班50名的样子。她虽然看我不爽，但到底不如她，倒也相安无事。可是中考我豁出去了，我想争取一下奖学金。成绩出来后，我们双双进了全市最好的高中，我总分比他高50多，拿了学校最高级别的奖学金，学费生活费全免，还有现金7万。妹妹和后妈的嘴都快气歪了，可爸爸笑得合不拢嘴。他说我争气，说我这么多年没花过1分钱上补习班，现在居然能赚钱了。还说到我妈，说我妈也是学霸，还是她的福星。我妈和他在一起后，他的生意就越做越大，越做越顺。我脱口而出，那你为什么不要我妈了？我爸愣了下，没料到我会问这个问题。后妈这时接口，什么福星？你妈就是个病秧子，不拖累你爸就不错了。我大概是觉得翅膀长硬了，直接对了句，总比你好。你和我爸结婚后，我爸的生意就一日不如一日。我这话是实话。后妈仿佛被人踩住屁股的蚂蚱，一下跳起来说我嘴巴喷粪。我爸做了和事佬，单方面宣布以后给我个卧室，就我那书房，明天叫人给你改成卧室。这是我睡阳台的9年后，重新有了自己的卧室。那个暑假，我爸像个花孔雀，到处炫耀他2个女儿都考上了重高，其中一个还拿了最高奖学金。他带我们去泰国旅行，订了个私家大别墅。本来开开心心的事，我的好妹妹却对我起了杀心。夜里，我在游泳池里学习潜水，她忽然把游泳池的盖子关上了。等我发现的时候，房间不但关了灯，连门都锁上了。我拍着游泳池的盖子，一次又一次喊：“喂，有人吗？”没有人应我。我想起来了，我爸和后妈看成人秀去了。别墅里只剩下我和我妹，封闭的空间，仅存的空气只在水面与盖子之间，空气一点点减少。我尽量减少运动。不知过了多久，我的呼吸开始加速，身体无比困倦，再紧接着呼吸渐渐困难，窒息如影随形。我觉得我可能大概要死了。我想起卖火柴的小女孩，绝望中我仿佛看见妈妈，她在朝我招手。我决定不再挣扎，
摊开双手朝水里倒去。水灌入肺部的瞬间，我的小腹仿佛升起一团火焰，炙热的以摧枯拉朽之势从小腹到眉心，身体也跟着那团火焰以愉悦的姿势冒出水面。金光从我额间迸出，像一颗流星朝游泳池的盖子撞去。砰砰砰，盖子很快裂出第一条缝，再蜘蛛网，最后哗的碎了一大片，空气猛地灌进来。那道金光也从最初的像太阳一样耀眼，到越来越暗，最后岌岌可危。这不就是当年陪着我从公园飞回家的萤火虫吗？他曾带我找到我妈的羊皮本，我看着它从洞口飞出，停在游泳池边缘。金光在屁股上挣扎着，闪了2闪，熄了。我心里急，顾不上剧烈咳嗽，一只手抓住洞口边缘，使劲朝外爬。皮肤被尖锐的塑料边缘割破，血滴滴答答落下。我爬到它旁边，小心翼翼捧起，这才发现它其实不是萤火虫，而是一只长着翅膀的蚕，通体银白。我想了想，把它放在我刚擦破皮、血液正汩汩而出的手臂伤口上，没有缘由，单纯是身体下意识的动作，似乎本该这样。片刻后，他的脑袋动了动，然后消失了。但我知道他在，与过去很多年一样，他与我的身体再次融为一体了。我缓缓站起来，身体很累，但我的心像一团燃烧的火焰，就着湿哒哒的泳衣朝傅婉然卧室方向走去。血液与水混合着，顺着四肢在地上一步一个脚印。傅婉然正在打游戏，我踢开房门，一把揪住她的头发，狠狠一扯，不管不顾往楼下拽。傅婉然失了心机，双脚在地上蹬着，除了大声喊傅白芷，你疯了吗？根本没有任何还手的余地。卧道墙上有装饰的菱格镜子，我看见自己浑身戾气，凶残的像从地狱里爬出来的恶魔。这一刻，我只想他死。寄人篱下这么多年，我从来没有一刻像现在般想他死。傅婉然很快被我按到游泳池里，他拼命挣扎，我拼命把他往水里按。救命！没有人救你，时机是你选的。你不是想杀了我吗？你也尝尝这种滋味。姐姐，我错了，你饶了我。不，我要杀了你，杀了你。那天后来，我其实记不大清了。按照我爸的说法，他和后妈回来的时候，我和傅婉然都晕倒在池边，地上全是血。他们没有报警，请了医生上门来看，给我包扎伤口。在2天后，我们就回了。泰国之行不欢而散。之后3年，我和傅婉然针尖对麦芒，无论在学校还是在家里，都互相看不顺眼。有同学知道我和他的关系，戏称我们王不见王。我觉得可笑，他一个需要疯狂刷题才勉强够得上学霸的人，也配和我相提并论。高3最后一次模拟考的时候，我做了件疯狂的事，语文交了白卷，在全年级的排名从前10跌到100开外，可总分依然比他高几分。我笑得特别张狂。看见了吗？这就是差距。我就算让你也赶不上，哈哈哈哈！还想考双一流，做梦去吧！大概也就是那次刺激了他，导致高考那天早上，他联合他妈给我下毒，足以致死的剂量。他们不光想毁了我的高考，还想要我的命。怎么报复？报复到什么程度？我认真思考过，我妈的羊皮本上写得很清楚，新族规，大山以外遵守法律，特别是刑法。于是我没有下死手，只在中午一起吃饭的时候，顺手给傅管然下了个小小的蛊，让他就在下午考试的时候腹痛腹泻。他看到的虫并不是真的虫，而是幻觉，所以巡视老师在厕所不会有任何发现。傅婉然不信，跟着去了厕所，再次尖叫，疯魔一般，120把傅婉然送去医院。我忍不住笑，子不语怪力乱神，他如果能坚持下，后续在客服注卷子上每个字都是虫子组成，还是可以考试的。就算考不上211，普通2本还是可以想想的。全家人都在照顾傅婉然，我觉得世界一下清静了，心无旁骛。考完余下几场，这才假惺惺到医院看望我的好妹妹。她已经从市中心医院转到了省里最牛逼的医院，做了无数检查，专家教授也会诊过了。可无论谁也说不出个所以然。她的身体机能完好，最大的可能是心理疾病。毕竟每年都有一定数量的高中生因为各种心理问题产生应激反应。我陪在旁边，跟着我爸和后妈长吁短叹，装姐妹情深。可能是装过了。那天傍晚，我坐在走廊上吃医院餐，后妈厉声：“傅白芷，是不是你干的？”我吓了一跳，我哪有这本事？后妈思索了一会儿，也不知是信了还是没信，面带不善的走了。我爸走过来，坐到我旁边：“别怪你，倪姨，她也是太关心你妹妹。对了，考得怎么样？清北没问题吧？”我笑了。什么清北？我压根没想过清北。3年前泰国之行后，我不再怕那些虫子，回来后就认认真真研究起我妈留下的羊皮本。从那时起，我的目标就只有一个：华南农业大学。我想研究虫子。我的笑让我爸产生了误解，他精挑细选了一张我的照片，又选了清北2所学校的校门图，屏蔽了后妈那边的亲戚，发了条朋友圈：“女儿，爸爸等着给你庆功。”我侧头看了他一眼，说了句场面话：“这就是传说中中年人的顶级炫耀吗？”我爸头也不抬，沉浸在朋友圈飞快的点赞中。那是这个可怜的中年男人，这几年他的生意越做越小，钱越赚越少，能炫耀的也就是2个学霸女儿了。
现在只剩我。傅婉然的幻觉略略有点严重，米饭面条之类的，在他眼里是虫子，每天都要先翻好几个碗。皮肤上的汗毛也是虫子，只要定睛看，身上都是密密麻麻蛆一样的东西，头发也被他扯得七零八落的。他每天都在崩溃边缘，不是疯狂摔东西砸东西，就是疯狂搓皮肤啊！虫好多虫，走开！没有人愿意和他住一个病房，同层楼的其他患者和家属背地里叫他精神病。医生找我爸和后妈谈了好几次，建议送到更专业的医院——精神病医院。后妈不同意，她接受不了自己的女儿变成精神病患者。我爸倒是无所谓，他是我们家最早放弃的。我还在兢兢业业表演血浓于水，他已经不耐烦了。这么多年，他要什么买什么，补课花了多少钱，就指望他考个好大学，给我争口气。你自己说说，怎么成现在这样了？你知道外面都怎么说吗？老夫家的小女儿疯了，真是报应。我有时候也觉得是报应。若不是当年执意和白竹离婚，非要把你娶进门，他也不至于娇生惯养，连个高考都挨不过去。我站在走廊拐角处，在他们看不到的角落，静静地听着我爸发脾气。后妈一直哭，她不敢告诉我爸高考那天早上他给我投毒的事，但他精准地猜到傅婉然的病与我有关。他说任何病都有前兆，可傅婉然没有，肯定是被人下了毒手。我爸听不进去他这套说辞，临走的时候只丢下一句：我再给你3天，3天之后必须送到精神病院。我们家的钱不是大风刮来的。后妈看坐在塑料椅子上，我从拐角走出去，她看见我整个人仿佛打了鸡血，直接朝我扑来，掐着我脖子，眼睛红得仿佛要滴血。傅白芷，你老实说，是不是你？你到底给他下了什么毒？我仰着头，把脖子再伸长一点，让他掐得更有感觉，同时偏头看向医院监控。我没有做过。我说，你要是怀疑我，可以报警。高考那天早上的碗筷杯子一个都没洗，如果我真的做过什么，警察肯定查得出来。我很平静。他的瞳孔却猛地一缩，声音小了很多。你是不是知道什么？我装茫然，我应该知道什么？姨，我听不懂你的话。后妈咬着后槽牙，眼睛里全是不甘。我不知道下蛊的事，警察能不能查不出来，但我知道他不敢报警，和3年前泰国那件事一样，一旦报警，最先查出来的就是他们杀人未遂。3天后，我爸到医院，原计划是盯着后妈给傅婉然转院，可没想到大庭广众之下，后妈扑通给我爸跪下了。他求我爸再给傅婉然一次机会，他就这一个女儿是他的命根子，他想去苗疆找当地人看看，就当死马当做活马医。他保证如果还是不行，回来后他二话不说把傅婉然送到精神病医院。我爸眉间全是戾气，他不喜欢家里人不听话，围观的人很多，我爸要面子，一时间骑虎难下，最终答应。我看热闹似的看了一会儿，从人群中穿出，一把扶起后妈，装孝顺，姨，我陪你一起。后妈的眼神尖锐而恶毒。苗疆有多大？10万大山涵盖了云贵湖、广以及川渝的部分地区。我爸早年做药材生意，我妈陪他跑过很多地方，尤其贵州那边。后来他才开始做建筑业，药材那边的人脉也就渐渐淡了。为了给傅婉然看病，了后妈一个心愿，我爸重新给以前的老熟人打电话，看有没有门路请到大蛊师。我盘腿坐在旁边沙发上，表面看书，实际偷听我爸打电话。不是白竹的孩子，是我后面娶的老婆白竹啊，她生了一场大病，没了啊，不认识啊，我还以为老哥你有门路呢。白竹他能有什么办法？再说他走了多少年了，不是白竹的孩子。你是白苗啊，和黑苗不足。几乎所有的电话都会提到我妈，几乎所有的电话都会婉拒我爸，仅有的例外，一个建议我爸直接进山找，说只要新城总能碰到；另一个叫我接电话，开口就问我妈什么时候走的，怎么走的。我说我妈已经走了12年了，她缠绵病榻多年，有一天忽然就走了。对方的声音有些哽咽，过了一会儿，他说你告诉你爸，我可以带他们去，但是对方治不治就得看运气了。我原话转达。我爸深深吸了一口烟，再重重吐出他的脸色不愉，朝后妈看时眼神中满是不耐烦，和很多年前着病榻上看我妈时同出一辙。和我妈不同，后妈压根不在意我爸的情绪，早在医院那一柜时，她已经做出选择。她忙着收拾衣服、洗漱用品、充电宝、充电线，多带点现金，对，还有金子，我明天一早再去买点。山里面现金不一定管用，但金子可以，有钱能使鬼推磨，婉然一定会好好的。她絮絮叨叨，这个女人虽恶毒，但对她的亲生女儿是真的好。第二天我们就出发了，自驾过去。10多个小时后，车停在贵州某地一家卖山货的店，迎接我们的是2口子，他们穿着苗族服饰，年龄和我爸差不多，男的姓汪，女的姓何。头天叫我接电话的是这个女的，她叫我叫她亲姨。2口子对我很是热情，说我还在襁褓中的时候，他们就抱过我。亲姨拉着我的手指腹在我手腕上摩挲了一下，一瞬间我感受到了体内蛊虫的异动，我猛地缩回手，敏锐地盯着她。他的眼睛一下就红了。他说：“孩子，别怕，我和你母亲是朋友。”朋友？我连我爸都不信，怎么可能相信这个自称是我妈朋友的人？我礼貌性微笑，脚上却忍不住后退半步。亲姨倒是不介意，她坐在汪叔旁边，与我爸说话时，时不时看我2眼，那欲言又止的表情莫名让人动容。
汪叔说苗族有很多分支，外人听说最多的是白苗和黑苗，事实上他们还有花苗、青苗、蓝苗、红苗等等。他和青姨都是青苗，主要是采草药治病的。我们想找的大蛊师，也就是蛊婆，则是黑苗。黑苗相对人丁稀薄，住在大山更深一点的地方。多年来，青苗和黑苗并不太对付。明天可以带我们去找人，但他们不能靠太近，只能远远地给我们指明方向。我爸再三表示理解。后妈迫不及待地问：“根据你们的经验，我女儿像不像中蛊？”汪叔说：“不是像100%，就是……”后妈和我爸对望一眼，眼中满是疑惑。他们不明白，生活在大城市的傅婉然怎么可能被深山里的黑苗下蛊？您刚才说青苗采药治病，请问这个蛊你们能治吗？我带了钱，多少都可以。后妈紧紧捏着手机，汪叔朝青姨看去，感觉有谈的余地。我们治不了。青姨斩钉截铁。他顿了下，不是我不想赚钱，蛊这个东西很复杂，一旦手法错了，或者要用错了，虫子就会钻进大脑，到时候才是生不如死。后妈一张脸吓得煞白。青姨又说：“另外，蛊婆很小气，明天求蛊婆的时候，你们一定要尊敬蛊婆，要心诚。”我怀疑青姨是在故弄玄虚，因为我给傅婉然下的是个很低阶的蛊，低阶到只要傅婉然意志力够坚定，无视那些虚假的虫子，基本能正常生活。而青姨，她一个只在我手上摸一把就能让我蛊虫异动的人，怎么可能连这么低阶的蛊都破不了？果然，夜里她来找我了。我们住在当地招待所，前面是公路，后面是小山坡，我的房间在靠近小山坡那边。半夜我睡不着，起床推开窗户，看见青姨站在不远处，她穿着白天那套裙子，直勾勾盯着我。一刹那，我害怕极了，可她浑身上下透出来的悲伤实在太浓重，浓重到让我想哭。她朝我招手，我便走出招待所，走到她旁边。那丫头的蛊是你下的，是你体内那只是你母亲的本命蛊，你知道吗？我猜到了。害怕吗？他救过我。我顿了下，不止一次。青姨笑了。我们缓缓走在山坡上，明明是夏日，本该是虫子最活跃的季节，可周围没有一声虫鸣。青姨说：“我和你母亲打小就认识，他们那一脉和我们这一脉千百年来都不对付，可我们关系很好。她很有天赋，族里很重视，据说可以成为这一代最厉害的蛊女。我们也读书，义务教育普及了很多年，可山里教育资源不好，考上高中的寥寥无几。你母亲是个天才，在我们这里算天才。她不但考上了高中，还考上了大专。她和你父亲是在大学认识的。”说到这里，青姨顿了好一会儿，才继续：“黑苗人丁稀薄，不与外人通婚。按照族规，你母亲大学毕业后必须回来。可她和你父亲相恋了。苗女多情，为了和你父亲结婚，她吃了很多苦，差点没熬过去。他们做药材生意和我们联系多，我问过她很多次，值得吗？她说值得。我一直记得她脸上满足的笑。后来他们开始做建筑业，又有了你，联系就少了，渐渐的断了联系。我以为她想和我们划清界限，没想到……”青姨抹了一把泪。那天晚上，她还给我说了很多，包括我爸不知道我妈是黑苗，他以为我妈是个普通孤儿，包括苗女情深，黑苗一脉没有离婚，只有丧偶，肯定是你爸出轨了，可为什么死的不是你爸？还包括明天要找的蛊婆其实是我外婆，白珠的本命蛊一直活着，我猜她根本不知道白珠走了，她一辈子没出过大山，总该看看女儿是死在谁的手上。我们坐青姨家的小卡车进了山，早上5点多就出发了，巍巍高山连绵不绝，到下午2点，车停在一处山坳，所有人换步行，再翻过一座山。滚！你回来做什么？声音仿佛在耳边炸响。青姨骤然止住步伐，她指着远处一座院落，就是那里，我不能往前走了，你们自己过去吧，注意安全，不要乱吃乱摸。这边手机没信号，你们办完事回到我停车的地方，那里有信号，给我打电话，我来接你们。我爸眉间紧锁，无意识摸了摸心脏的位置，没点头，也没摇头。后妈吞了吞口水，眼中清晰地生出退意。这是传说中的黑苗啊，传说多呼吸一口空气都可能中蛊的地方。倒是傅婉然，她一扫之前的颓败，期待地看着远处的院落。妈，我们赶紧过去，我有预感，她能治好我。这是自高考数学后她说的第一句正常的话。后妈受到极大鼓舞，立即坚定立场，拉着傅婉然走。我和我爸跟在他们母女后面。远远的院落的门开了，干瘪矮小的蛊婆快步走出来。她穿着黑色的苗族服饰，双手叉腰，看着我们的方向，眼光太刺眼，我看不清她的表情，只觉得她的目光扫过我们，落在青姨身上。再回头，青姨站在原地一动不动，她注视着蛊婆，眼泪忽然落下，似千言万语。半座山没有虫鸣，亦没有鸟叫，安静的可怕。阳光仿佛都凉了几分。我们4个人跌跌撞撞地走了过去，直到近前才看清蛊婆的脸。我第一次看见这么可怕的脸，半张脸正常，法令纹深刻，另外半张脸坑坑洼洼不说，还有条从眼睑上方直拉到脖子上的疤，扭扭曲曲，像是巨型蜈蚣。我有点害怕，踟蹰着退了半步。傅婉然吓得尖叫后退，后妈死死拉住她，朝蛊婆连声道歉：“对不起，对不起，小孩子没见过世面。”蛊婆在我们朝她走去的这一路，已打量过我们无数次，眼神仿佛淬着毒。“你们是谁？来做什么？”声音依然尖锐，仿佛嗓子被人捏着。
后妈扑通跪下，我女儿被人下了蛊，求大蛊师给瞧瞧。她一边说，一边从包里掏出准备好的金子，双手捧着举过头顶，有小金条、小金疙瘩、金项链、金坠子、金耳环、金戒指，阳光下金灿灿的。我爸满脸肉疼，蛊婆只看了2眼，就把目光落在我爸身上。你叫什么名字？傅金伦。他们是你什么人？妻女。蛊婆喉咙里发出古怪的一声响，她面无表情地笑了，节，像破旧的鼓风机拉着破风箱，阳光凉了半分。蛊婆才示意我们跟她进院子，她走得很慢，与先前雄赳赳气昂昂，跨出院子判若两人步履，甚至蹒跚。我想她肯定猜到了，她的女儿为爱奔走，惨遭背叛。她在很多年前已经没有女儿了。我一时冲动，3步并作2步，跑过去扶她。婆婆，我扶你。她转头看我鸡爪般干枯的手指，一把抓住我的胳膊，嗓音像金属擦过金属。你不怕我？我怕。可轻易说，你是我外婆，我的蛊虫在这里也很安心。我咬着后槽牙，努力不去看她那张可怖的脸。你叫什么名字？她的声音轻了一点。白芷，我一轻声回答。她嗯了一声，听不出任何情绪。很快跨过门槛，院子里养着一只昂首挺胸的大红公鸡，它的羽毛油光水滑，异常鲜艳，鸡冠硕大且红，仿佛浸着血。黑色的鸡爪大踏步走在院子里，脚下时不时发出吱嘎的响声。吱嘎是因为地上满是蝎子、蜘蛛、蟾蜍、壁虎等毒物的残肢，又以蝎子居多。后妈和傅婉然互相搀扶着，目光偷瞄着院子，每一步都战战兢兢。我爸跟在后面，啪，院门猛地关上。我们4个惊得齐齐回看，竟是盘旋在门上的一条大黑蛇。它张大嘴吐着信子，长尾啪嗒啪嗒地甩着，目光稍稍往四周延展。只见屋檐下房梁上无数条蛇盘悬着，红的、绿的、白的、黑的，无一例外，全是3角形的脑袋，每一双眼睛都幽森森的。没有最毒，只有更毒，少说也有100来10条。更恐怖的是，房梁上的蛇还在源源不断往外爬。我忽然意识到，这是关门杀人的节奏。青姨从接到我爸电话，知道我妈死了，就已经想到了这一出。院子里的温度仿佛降了10度。后妈和傅婉然齐齐打了个冷战，朝我爸的方向靠近半分。刚那只鸡呢？后妈哆哆嗦嗦走了，我看着她走的。为什么要走？后妈的声音尖了几分。她转过身去拉我爸。我爸石化般站在原地，2只眼睛圆鼓鼓望着堂屋墙上，身体抖得像筛糠似的，嘴皮哆哆嗦嗦。白竹是你什么人？他尖叫着问。蛊婆。后妈顺着他的目光，墙上挂着好几排画像，最后一张是我妈。